哎，小伙伴们，今天有点不一样哈。今天咱们不跑步拍摄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有一个轻伤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周日的时候在韩国马拉松，虽然比赛挺拼的，然后赛道也挺艰难的，但是赛后没什么事儿。第二天我歇了一天，周二我们轻松晨跑6公里，虽然累，但是也没事儿。周三早上起来还在札幌跑了5个1公里，我们的训练，也没事儿。最后跑完休息完也没事儿，下午就直接飞回大阪。然后昨天是周四，昨天早上起来在大阪城约了朋友一起跑，很轻松的、很慢的跑了10公里，然后就一起吃早饭。跑完那10公里还没事儿，然后在大阪城吃早饭，可能是就我们一进那个烘焙店，感觉特别凉，因为现在这儿气温太高了，一进烘焙店温度骤降，然后大概坐了有40分钟的样子，加上吃饭，然后出来送走朋友，就感觉这条腿不太对劲儿。说不上疼，就走路的时候觉得一抻一抻的，没当回事儿。到中午也没有太明显的症状，就可能坐久了前2步不太舒服，到晚上就不行了。具体表现是什么呢？就疼痛点在这儿，这是膝盖上缘大概5到8厘米这一片，然后偏内侧一点。然后怎么疼呢？就是没有按压痛，然后也没有这种敲击什么的都没有痛。然后呢，大动作你看这样也没事儿，但是就跟肌肉拉伤，就跟大腿前侧肌肉拉伤康复的时候是一样的。小动作，这小动作是什么呢？比方我们平躺的时候，如果直着腿，我这样抬腿，就抬到10度、20度的时候，就特别疼，再高就没事了。然后站着的时候，如果这样，就是这样是没事的。然后回来的时候，一到这儿就是有那种牵拉感，就那种轻微的钝痛，就是可以忍受，但是很明显的那种感觉。跑步的话会影响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过程中吧，反正就在这个区域的时候就会疼，然后后蹬的时候会疼。我早上起来和 GPT 聊了半天，一会儿我们找地儿吃饭，坐下跟大家分享最后诊断的结论是什么。走。今天早上起来还见到了白菜老哥，他带着小朋友放暑假来大阪玩，说昨天去环球去了1天。今天早上起来我们还一起跑了5公里，跑的时候会有痛感，但是不是那么的，就是并不是很影响轻松跑。我也试了试，稍微加一加，痛感没有跟着速度的变化而叠加，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停一停，因为这次的感觉比较明显，这不是我第一次有这种伤痛。但是这次的感觉比较明显，所以我也比较认真的和 GPT 讨论了一下，因为上次有这种伤痛的时候还没有 GPT， 就聊一聊，然后基本上说的跟我理解的差不多。我把我所有的症状跟情况给他，然后他给我几个自测的方法，然后把自测的方法再反馈给他。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其实不是比赛直接造成的损伤，也不是某一次跑步造成的拉伤，更可能的是马拉松加恢复期训练的叠加造成的肌腱区域的张力过高，然后某个动作或姿势或者某一个特殊的情况，比方说突然的高低温等等，触发了潜在的滑动障碍或炎症。这个我是认可的，就是它可能没有器质性的病变，可能就是一个怎么说一个紧张状态或者是轻微的炎症。这个它叫做带引号的积累型延迟性肌腱功能紊乱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感觉憋住了。对，就是北方话说就感觉憋住了，但是又不好说这个感觉，因为确实没有那么一个产生伤的那么一个点，就并不是说我肌肉拉伤了我会突然疼一下，然后有一个伤痛的过程，并不是。然后伤病的本质呢，认为不是结构性损伤，而是功能性不适加滑动障碍。高度可控可训练，但是要注意避免就是触发特定的，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演示那些特定的动作触发伤痛，然后让这个东西变强。然后 GPT 和我自己对伤痛的管理都是一个逻辑，就是从明天开始逐步的晚上恢复训练，逐步的从很轻，比方说你看你强度1级、强度2级、强度3级，假设强度最高是10级，慢慢来。然后你的过程呢，一定是螺旋上升的。每次训练完之后，判断是不是会比之前更厉害。如果是的话，就往下降1级。比方说，我明天是1级，没事儿，然后后天变到2级，感觉不行，那我还得降回1级，就是差不多就这么一个过程。这我之前总跟大家分享的。
先跟大家说，我这问题是哪儿？我这问题是股直肌的远端，远端就是离我们比方就离现在我的脸远的那一端，靠近膝盖那一端。具体的表现就是膝盖上缘大概5到8厘米，然后稍微偏内侧一点点，这个位置它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痛点，但是这个区域。关于股直肌远端的损伤或者是这种紊乱 ，GPT 也给了几个判断的标准，就是自己检测靠动作检测的标准，不是影像学的诊断。跟我自己的疼痛表现也差不多，就是第一个平躺，平躺之后呢，你没有问题的那个腿可以弯曲，然后另外有问题的腿保持直，然后往起抬。你可能刚开始有抬的趋势，或者刚开始抬起一个很小的角度，比方10度20度的时候是感觉最明显的，有痛感。再抬高就没事了。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做的那个站着，然后脚张开合拢的动作。合拢的时候可以轻微的脚内旋一点，然后看看在合到快合上的时候会不会有疼痛。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，基本上是可以保持一个低强度的跑步的。对我来说啊，就我这个能力来说，差不多我的判断每天可能6、7公里以内，然后逐往上加，大约4到5天应该就可以恢复。然后之后到第6天、第7天的时候试一试跑一个小强度，如果没问题就没问题了。这种伤是什么呢？其实我现在的判断就是，很多时候伤病不是伴随着比赛结束或者强度训练结束马上来的，就像我去年那个大阪马拉松之后颈后肌腱炎也一样，也是赛后大概半周1周，然后突然开始的。这个事儿给我一个什么思考呢？就是2次了。以前我们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受伤，大多数时候是我跑完了以后，或者跑的过程中突然比方拉伤了，或者突然哪儿疼一下，就一直要疼一段时间。但是你进阶到一个相对精英的状态以后，我最近这2年2次，一次是这次，一次是去年大阪马拉松之后那个颈后肌腱，都是在赛后半周到1周或者1周多一点点就突然开始了，它没有一个开始的点。这个我的判断就是高强度的压力之后，你的肌肉和你的筋膜组织它是一个不太对的状态，可能有粘连有损伤，然后你没有很好的主动恢复的手段，比方你没有按摩的条件等等，或者你忽略，然后在之后的训练中你可能一步到某一个时刻它可能就爆发一下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大家不用太担心。屏幕前的小伙伴，如果您还是初跑者，不要去想这个，您现在想的就是不要某一次运动的时候突然一疼，然后就受伤停跑。在运动之前感受自己的身体，如果今天疲劳了，每一步都留一个心眼儿。如果是像我一样，你跑到这程度了，那我们的一个阶段的强度训练或者一个大强度的比赛之后，要留心大概10天到2周可能会比较保险。这一次也是更奠定了我的这么一个观点。如果下次再有这种情况或者比赛的话，我可能会保持警觉2周左右。这是我这次的经验和教训。那好吧，那未来这一天就跟大家去反馈我身体的情况，咱们一起来恢复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